大家好，我是魏英，欢迎收看我的影片。我过去这半年来一直都有很密集的在上线上的1对1英文家教口说课程，然后我从来都没有用过就是最近很红的口说 AI App 来练习过口说。那刚好今天这支影片呢，受到了 Toco AI 这一款口说练习软体的邀请，要来体验看看他们的软体。所以呢，今天这支影片会分别体验Toco AI， 然后我也会试用看看近期非常红的 Speak AI， 来比较看看这两款软体哪一个比较适合我。那我必须要说，我自己对于口说的学习教材和学习方式是非常picky 的人，因为我自己的英文口说能力是已经到中上程度了，我的雅思口说成绩是8.5分，满分是9分。所以对于我的程度来说，如果我想要再进一步提升我的口说能力的话，它的教材的强度，然后精准度，以及我可以大量练习的这个点，对我来说会是非常重要的。那虽然这支影片是受到 Toco 的邀请，可是等一下会分享的内容以及所有体验全部都会是我自己个人最真实的体验心得。那我等一下会针对这两款 App 呢，分别进行探索，然后以及分别进行10分钟的学习。好，那我们就赶快开始进行试用。首先呢，就先从 Toco 开始，它有1.5万折评分，然后4.5颗星耶，好多人的推荐哦。他说要先回答10个问题，然后呢就会针对我的程度来进行AI 的学习体验。你提升英语的主要动机是希望自己可以，我的目标是我希望我的英文口说可以越接近 native speaker 越好，所以我想应该是自我成长。然后呢，他问了10个问题之后，他就会给我目前的程度。他还可以选择，就是你要跟你互动的是男生的声音还是女生的声音，然后英国腔或是美国腔。我常常听不懂英国腔，所以我选择英国腔好了。那开始学习咯。I'm Jamie. Great to meet you. Hello, Jamie. Hi, nice to meet you. How are you? 他说，他还鼓励说我录制长讯息。That sounds like an amazing experience. 其实我真的觉得练习英文很重要的是，你要可以讲很长的回复，因为这才是真的可以练习你能够把英文口说讲得很深入，然后分享很多想法，甚至可以旁征博引，然后讲一下个人过去经验的方式。这是我认为练习英文很重要的点，要强迫自己讲长讯息、长句子。刚才已经经历了一个和 AI 稍微聊天的一个过程，我来看看它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所以除了对话之外，你可以和 AI 朋友聊天，和 AI 家教聊天，自创情境。它有分成很多不同的情境，像是你想要旅游类型的情境啊，文化交流的情境啊，或者是可以聊书、聊煮饭。我觉得这蛮多情境真的是还挺有得选的，因为我现在看下来觉得什么都好有趣哦。自创情境好了，我的角色我要来设定一个有趣 girlfriend do the housework 我用了一个超难的情境，就是我假设我自己是女朋友，然后跟我对话的角色是我的男朋友，然后我们正在吵架，在吵说谁应该做家事。短一点，3分钟，不要吵太久。 Babe, we need to talk. I feel like I've been doing more than my fair share of the housework lately, and it's starting to frustrate me. Can we figure this out together? Sure, we can, but to be honest, I feel like I do more housework than you. See, I do the laundry, and then I do the dishes. How come you're arguing that I'm doing less housework than you? I understand that you feel like you're doing a lot, and I appreciate all the work you do around the house. It's true that I mostly focus on cleaning the bathroom, but there are other tasks like vacuuming, dusting, and organizing that take time too. Find a better balance. I love you, and I know we'll figure out the best way to share the housework. I love you. Yes, that is right. I love this conversation, honestly. Thank you so much. I love you. Okay, I think we finished the conversation. 很 sweet 我很喜欢这个，就是自己创造对话情境的感觉。完成对话之后，你可以再回去，它就会进到一个页面，可以去 revisit 里面讲过的话，然后针对每一段话呢，都可以查看 feedback。像我觉得我有几句就有一些文法的问题，所以我看一下要查看回馈。See, I do the laundry, and then I do the dishes,
And then I swipe the floor. 哦，我讲了 I swipe the floor, but it's actually supposed to be sweep the floor. I sweep the floor. 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玩的。然后我刚才在练习过程中获得了几个不同的成就，还有好多个不同的成就。然后它的那个小徽章都长得超级可爱的。然后我还可以回顾我的对话。我觉得我整体对 Toco 的感受是蛮好的。那接下来我来体验看看 Speak。这里可以创建 AI 对话，所以我的角色我一样也是 girlfriend， 然后 boyfriend 好了。I can't believe you think you do more. I clean every day. What do you do? Hey, don't speak to me like that. I appreciate it. Let's work together to keep our home nice. 然后它还有这种，就是这个叫什么社群听力测验挑战，然后机场的语言挑战。这些口语对话练习全部都是不同的使用者创建的。好有趣，这样你就可以看看其他人创建的对话情境。只是这些对话情境就是没有像刚才 Toco 一样是分门别类的，它就是像一个社群，你看到什么滑到什么那就是什么。万圣节的乐趣，讨论万圣节吧。Is coming soon. Do you have any plans or costume ideas? Oh, no, unfortunately, because I'm just too busy lately. Last year I dressed up as Jennie from Blackpink, but I think this year I'm just gonna chill at home. 好，那我现在 Toco 跟 Speak 两款 App 都已经试用完了，然后我合计最后两款 App 应该都是各用了15分钟，然后我就想要来分享一下我使用下来的体验。觉得以使用者的体验来说 ，Speak 的界面有一点点不是那么的好用，因为 Speak 我觉得它可能想要打造一个使用的无缝感，然后灵活和弹性感，但是就会导致于我可能要找一些功能会找不太到，或者是我刚才明明看到了什么，但是回头看我就找不到了这个东西。然后还有各种语言情境的对话练习，它都是比较分散的来设计的，所以我就觉得它的整体使用者界面来说没有像Toco 一样那么好找。Toco 的话呢，它在各种语言和对话，还有口语的情境里面是很清楚的，可以分门别类。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 organized， 然后可以很希望自己能够清楚的找到你今天想要练习什么样的对话情境的话，我觉得 Toco 是比较好的。再来第二个是教材设计的部分，我觉得其实两款的教材设计都设计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这算是平分秋色的，因为它可以针对于可能商用的练习，或者是文化的练习，然后吵架情境的练习，我觉得它的整体的设计都很不错，它都会先让你去听啊，或者是看一下示范的对话是怎么样，然后接着呢会进到一个对话的互动环节，然后对话互动环节结束之后，他会去分别都会去 review 一下你哪里讲的比较好，哪里讲的不好，所以我觉得在教材设计方面两款都是非常的不错。然后再来 Speak 的话，它也不能去选择口音，像是我自己的话，我就希望可以多练习一点这个英国腔的口音听力，可是 Speak 它是固定，我听起来应该固定就是美国腔。我认为两款 App 都还蛮适合我，就是以我的英语口说能力来讲，因为我本来会担心说是不是我的英语口说能力已经到了某个水准，可能这些 App 都会不太适合我，但是我觉得并没有这样子的担忧和顾虑。我觉得两款 App 对于中上程度的人想要继续练习和提升来说，我觉得都很有帮助。而我相信如果你是比较初阶的英语口说练习者的话，以他们各自的设计来讲，我也觉得应该都是会很好上手的。所以对于不同英文口说的阶段的学习者来说，我觉得两款都很棒。再来就是很多人会关心的价格部分，两者都是要收费的，然后可是他们都有提供7天的免费试用期，而 Toco 呢，它的年费是3590块钱，而 Speak AI 呢，它的年费是有分成 Premium 版本或者是更高级，好像是叫什么叫Premium Plus 版本，那分别是年费3490以及5990，所以我觉得 Premium Plus 就真的是有一点点贵了。那我刚才试用的并不是 Premium Plus， 那我刚才去查一下。Speak AI 的 Premium Plus 才有错误追踪以及个人化的学习计划。那这两项是我刚才其实在试用 Toco 的时候就有发现了，所以价格来说呢，确实是 Toco 比较划算一些的。那我觉得总结来说，我在这两个 App 使用下来，我都觉得，其实 AI 的口说学习 App
真的是有点打开我的眼界，因为我以前从来都没有使用过。可是刚才确实在有一些对话上面，我是有感觉到，哎，有一点点卡卡的，有一点点难难的，好像要多花一点心力去思考我应该要怎么讲，或是怎么样的去回复。所以呢，我觉得如果你想要去试着学习英文口说的话，真的也推荐大家可以去使用看看不同的英语口说 App， 找到一个最适合你自己的。那如果大家看完这支影片，对于 Toco AI 这款软体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的资讯栏点击连结，然后下载体验试用7天看看这个软体适不适合你哦。那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